这可以。哦，OK，然后真的。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 MicroT，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跟在座的优秀的同仁们交流我使用 MicroT 的一些心得。然后今天也是周六，大家能来参加这个会议，说明大家也是对 MicroT 也是真爱。然后在开始之前呢，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刘海，地道的重庆人。然后我从开始接触 MicroT 的话，差不多有6年的时间了，然后也算是一个 MicroT 的老而不精的老油条吧。然后这是我第2次参加这个 MicroT 举办的用户会议，第一次呢是在成都，然后在成都呢我也认识了很多小伙伴。然后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呢，基本上来自于我亲身的一些经历，如果有讲的不对的地方或是不准确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然后那行，时间有限，那我们开始吧。今天我主要讲的就是 MicroT 的一个日志的一些痛点，包括怎么对接第三方的一个日志服务器，然后以及待会儿我们有一个演示以及一个脚本的一个分享。MicroT 的日志的话，它其实它功能的话，其实它支持本地存储和一个对接日志服务器2种方式。平时的话，如果我们要查询那个日志的话，就会很麻烦。它只有一个界面，但是它会一直刷新。它内存的话只会存1000条，超过1000条的话，它就会被刷下去。然后刚才上一个演讲者的话，他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将日志存到本地的 CF 卡，包括 U 盘里面。但是我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把日志传送到我们的远程的日志服务器上面去。这样的话，便于我们去统一的一个管理，以及去查询、做一些索引以及一些报表的一些功能。这个截图呢，就是 MicroT 的一个日志防火墙的一个记录，它就会持续这样刷新。如果你访问用户上网的比较多的话，它就一直刷，你根本就看不过来。而且它这里面的话也没有相关的一些搜索或者检索的一个功能在里面。而且我们每天产生这样大量的日志，我们根本没办法去查找自己想要的一些信息。而且如果节点太多的话，也没办法去做一个日志的溯源。这个呢，就是我们在那个云服务器上面的一台 RootOS， 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全是一些暴力登录的一些日志。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服务器被入侵了，那我们怎么看是哪个 IP 过来的？如果我们要去联系公安去帮我们查这个东西的话，就没办法去查了。只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联系云厂商啊这种，去利用时间段去排查，这样就会很麻烦。这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全国各地这些设备分布在全国各地这种的话，如果不用那个远程的日志服务器的话，就没办法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如果解决呢？我们可以对接第三方的一个日志服务器，或者是一些大数据的一些分析平台，我们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对接的是一个也是基于那个大数据处理的一个平台，索引平台叫 Spring。它是一款软件产品，它可以允许用户去搜索，包括分析咱们采集过来的一些日志，做一些可视化的分析，以及去定位一些故障问题。然后这个 Spring 的一个优势呢，它是采用一个集中式的管理平台，一个浏览器可以查看所有的 log 日志，包括它拥有海量的日志的一个处理能力，以及数据及时处理、数据化可视化。然后如果我们服务器过多，日志量太大了，我们可以将这个平台横向扩展、无限延伸下去，提升我们的性能以及搜索的速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深入的了解一下。然后这个安装的话，我们只需要去官网，它是我
测试的话是用的一个免费的版本，它每天有一个500兆的一个数据检索的一个限制，每天。它支持多种平台，比如说我们有 Linux 的服务器，那我们就可以下载相应的 Windows 的包，包括 Linux 以及 Mac 电脑都是可以的。我这边演示的话，就是用 Windows 服务器来搭建的一个 Spring。这边的话就很简单，一步一步的点。首先我们可以设置这个安装的磁盘，因为它这个的话，你要将数据接收过来的话，它是默认存在它这个安装目录里面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更改一下目录，因为它很多软件都是默认安装在 C 盘，所以我们需要更改一下。然后下面的话是第2步是设置用户名密码登录的。然后第3步选择本地系统，它可以有2个选项，它还有一个是做扩展的，它有一个，然后后面就安装完成后就自动启动了。然后我们安装完成过后的话，如果是本机，我们直接输入 localhost 加端口号8000，然后我们就可以访问到它了。如果是在云服务器上面去搭建的话，我们需要加上服务器的公网 IP 加上8000就可以访问了。我来讲一下这个怎么设置吧，这个 Spring。首先我们登录进来的话，选择到这个设置里面有一个数据输入，这里的话我们选择 MicroUT 的那个不是数据输入，然后选择那个 UDP 协议，因为我们 Syslog 的话它是采用那个 UDP 协议的514端口，然后我们点下一步。选择这里有一个 UDP， 点这里新增，我们添加监听的端口服务器。然后这里的话选择一个数据的来源，因为它可以对接很多的一些平台，包括很多的日志类型。我们在这里选择 Syslog， 然后点下一步。然后这里的话左上角有一个检查，检查完了过后的话就点提交就可以了。这里忘了还有一个输入这里端口。如果我们的那个服务器改过端口的话，我们这里可以做相应的更改，比如说是5140或者其他的一些端口。这就是我们搭建好的平台，就长这个样子。然后后面如果你要搜索，比如说这里输入一个 IP 地址或者是一个登录的一些方式错误的代码，这边直接搜索它就马上就展示出来了，就会很方便。然后我来讲一下在 RootOS 上面怎么设置将日志传送到远程服务器上面。首先我们打开 System 菜单，然后找到 Login 这个选项。我们点这个加号，新增一条，比如说我们要将那个用户认证的一些日志发送到远程服务器上面去的话，就在这里选择那个 Axi 那个不是那个登录的那个英文单词，点进来过后，然后这里选择远程方式，这是第1步。然后第2步的话，我们在旁边这里远程这里有3条规则，一个是 disk 就是保存到本地磁盘，还有一个就是直接在屏幕上打印，还有就是在那个内存中的缓存里面，还有就是远程的方式。我们点开这个远程这里，将我们搭建好的服务器的地址输入在这里，然后还有发送的端口号，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 Spring 上面监听的那个端口514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2条命令去做这个操作。这里的话，我们需要设置3个参数，一个是这个规则的名称，比如说我这里取的是 server 1，然后远程服务器的地址以及远程服务器的端口，然后这里是类型，然后我们还要将什么样的类型的日志传送到远程服务器上面去。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 firewall， 就防火墙相关的一些日志，以及正常的提示信息输出到。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MicroUT 支持很多种类型的日志输出。这里我们常用的话就是这个用户登录的一个选项，以及防火墙的一个日志。
这是我之前搭建好的一个平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今天接收到了多少条日志，然后今天有多少个公网 IP， 获取了多少个公网 IP， 以及有多少个 IP 登录到了我的设备，以及访问了我的内网设备，远程的方式。这里搜索条件可以自己设置。然后这里的话有，比如说是哪些拨号，它频繁的拨号，这里也可以显示出来。然后以及我内网当中有哪些端口被频繁的访问，就是它访问出去的一些端口，比如说我们有用户去访问一台服务器的8080，我们这里都可以看到。以及这边，由于我这边是做一个 VPS 的一个厂商，他做的一个这种平台，所以说他这里需要看到哪些外面的访问到我们这边内部的一些服务器通过映射过来的，我们这里看到它远程了多少次，然后占比是多少。我这里是有一个排名是 Top 10的，然后以及下面有一个，比如说今天有人尝试登录我的路由器，它的 IP 地址是多少，以什么样的方式登录，登录多少次都是可以看到的，以及通过哪些地址成功登录到我的路由器上面去了，也是可以看到的。有了这些信息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图表啊、可视化，做一些报表功能，就会很方便、很直观。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我比较常用的，就是从网站上下载一个文本，然后读取文本里面的内容，并赋值给一个变量。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做哪些事情呢？比如说，我想我家里的 WiFi 1个月改一次密码，然后我就可以写一个脚本，我从一个指定的网站去下载一个文本文档，读取里面的 WiFi 密码内容，然后赋值给这个，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自动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还有比如说获取自己的外网 IP， 发送到哪个地方也是可以的。然后这个的话是封那个 HTTPS 网站的，因为之前的话，比如说以前我在公司里面，它就会遇到去封锁一些网站，但是以前的话它是用 HTTP 的，所以就很好利用 L7 去屏蔽这个东西。但是现在的话，大部分国内的网站都采用了 HTTPS 加密的方式，我们就没办法做这件事情了。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变通的方法去做这个事情。我们通过那个防火墙的地址列表，如果我们在这里添加一条百度的，然后 list 为百度的这个地址清单，然后我们在防火墙规则里面添加一条，把这个访问目的地址，因为你添加到这个地址列表里面去了过后，防火墙它会自动将这个域名转换成 IP 地址。然后这条规则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去访问这个目的地址的时候，直接把这个 Sweetbug 给拒绝掉，给重置了，这样就导致了我们和那个 IP 建立连接的时候就直接被丢弃了，就无法访问。然后的话还就是我们平时操作上的一些小技巧，然后其实我们用到最多的就是 Ctrl+C， 然后去比如说执行一个命令终止掉，然后Ctrl+X 的话可能就很少用吧，应该，因为我平时也不怎么用，但是给大家还是分享一下。我们当按 Ctrl+X 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安全模式，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操作，你只有在退出保存的时候，它才会生效。如果你不保存退出，或者是意外网络中断的时候，它就会这个。不进入安全模式，它就会立即生效，比如说把自己锁在外面这种情况发生。然后 Ctrl+V 的话就是 Hotlock 的一个功能，就是将命令自动补全。就大家输一个命令的话，可能只需要输入前面2个字符，它就会自动把后面的命令自动补全了，你都不用去按 Tab 键去补全。然后你进入那个 Hotlock 模式的话，它就会有2个提示符，一个三角号。这样就代表已经进入 Hotlock 模式了。然后 Ctrl+D 的话就是快速注销绘画，以及快速退出，以及撤销所有的安全模式里面的所有操作。然后 Ctrl+K 的话就是删除你光标后面所有的字符，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要删很多东西，不停的按回车那个退格键的话就会很麻烦。我们只需要将这个按那个 Home 键把那个所有的跳到最前面，按 Ctrl 加 K 就可以删除后面所有的输入了。然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日志吧 ，logo 这一块就是我刚才自己搭建的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地址的话是我们可以远程访问的，就是说这是一个 CHR 的一个路由，我们可以去你尝试登录，我这边就会看到你通过哪个 IP 哪个用户名来访问我的路由器，而且是登录失败的状态。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把这个退了。哎，稍等一下。怎么没画面呢？我靠，怎么这么大？哇，我跳！稍等一下，这个有点问题，好像。好，有点。然后这是我刚才搭建的一个仪表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有一个 WiFi， 这是一个餐厅的一个 NAT 日志记录。然后这是我家里面的一些设备，它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它是通过哪个接口上网的，然后它内网 IP 是多少，以及如果是我们做 NAT 的话，也可以获取到用户的一些 MAC 地址，然后它的原 IP 以及它去访问了哪个目的地址。端口，然后访问多少次，我们这都可以做一些配置去筛选。然后比如说这边暴力登录的，就是我刚才登录那台服务器，这边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登录方式，比如说通过 API 来访问我的路由器，但是登录失败了，以及通过 Winbox 以及 SSH 的方式。这里看到它是有尝试过这些用户名。来登录，但是都登录失败。这边是我成功登录的一些信息，登录多少次，通过哪个 IP 登录上来的，都是可以看到的，以及哪个设备今天有多少条日志发送过来，都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刚才的一些设置的话，就是你第一次打开的话，它会有一个提示，然后我们不管它，直接点这个设置里面有一个数据输入。然后找到下面，它可以有很多方式，比如说搜集本地的一些日志，以及一些监控一些你设备上面的一些目录的一些变化，它都是可以的，以及 TCP、UDP 以及注册表的一些更改都是可以监控的。这里我们只需要用到它的那个 syslog 功能，然后我们点这里新增。然后这边的话，输入端口号，比如说刚才我们514，但是这应该添加不了了，因为刚才已经添加过一次，所以我们这边选一个5140吧。然后这边是可以选，比如说是允许哪个设备，比如说我只允许我刚才那个路由器的日志发送过来，我只在这里填入它的 IP 地址就可以了，限制输入源，然后点下一步。然后这里的话，选择这里的来源类型。因为我们刚才传进来的话是 syslog 的一个类型，所以我们这里选择 syslog， 这输入它就会有显示，下面有，我们直接点击它。下面的话这边都不用管，保持默认就行了，然后点检查，它会检查你当前这个设置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直接点提交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提交完成过后，它会有几个提示，一个是直接搜索，然后还有就是提取字段。因为我们刚才做那个的话是需要做一些字段提取的，如果不做字段提取的话，它搜索的话，你做可视化就会很麻烦，因为我们 MicroT 的话，它不能对日志的一个种格式进行自定义就不行，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字段提取。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刚才做的一个字段提取的一个东西吧。这边是有一个防火墙的一个正则表达式，就提取我的，比如说是指定提取这个 firewall 的原 NAT 信息，然后有一个 out， 就是出接口从哪个接口出去，它去采集，然后还有一个 MAC 地址信息。这边我刚才展示里面的话就没有写，其实这里我已经把这个 MAC 匹配出来了，只是没有展示而已。然后以及端口。这是协议，然后有一个原 IP 就内网地址，然后以及访问的目的地址 IP 以及目的端口。下面就是一个登录失败的一个匹配，我匹配了一个用户名以及那个登录的 IP， 还有它登录的方式。上面这个是登录成功的一个，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只需要它这个提取的话，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提取。它这个其实提取的话还是很方便。在这里搜索一下吧。怎么搜不出来？点错了。这里刚刚点错了。我们输入新，你看这里，如果我们随便输入一个，它会在自己的数据库里面去匹配这些相关的信息。你比如说你输入哪个，你可以看8.8.8这个地址，谁去访问了，你是可以看到的。这边是可以看到哪个 MAC 地址，这是我们的数据日志的一个原样输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边刚才我做的一些字的表达式去提取相应的一些字段，就可以展示出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190.168.87.2这个 IP 地址去访问了8.8.8的一个 IP 地址。这边它是以拼的方式去访问的，所以后面它就没有端口。比如说我们输入那个重庆电信的 IP， 看它后面就有一补充，这里可以看到，这是那家餐厅的一个内网地址，它的原端口、目的 IP 以及目的端口，这边是可以看到的。然后这里刚才做了一些匹配。你鼠标点一下它，它就会显示它匹配的一些 IP 地址以及它的 MAC 地址，这边都会有计数，它访问了多少次，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包括你的原 IP， 它都是可以做统计的。我看一下演示的话，还有一个演示是吧？等一下。这个连不过去，我看。我演示一下那几个小技巧吧。比如说，我们按 Ctrl 加 A， 不是 Ctrl 加 A，Ctrl 加 X，Ctrl 加 X 就进入了安全模式。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所有操作
它都不会生效，除非你要退出的时候，它就会生效了。你必须要自己点退出。如果是突然网络断开的话，在调试的时候就会很方便。Ctrl 加 D 就是退出这个界面。哎，这边有问题。啊，看我们如果再点一下 Ctrl 加 D， 它自动就退出了。然后我们这里退出的话，日志里面也会有提示，我们退出登录了。这里的话，你就会看到日志一直在不停的刷，所以我们没办法去做一些日志的一些查询。然后感谢大家，这也是我第一次演讲，有点紧张。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一下我们。没有的话，那就下一位演讲。于松老师，下一位是。